魏无羡抬起头，看到蓝忘机严肃的表情，酒醒了大半，你不是也没有回来吗？蓝忘机无语，我是去加班，我就是无聊才出去喝酒啊。魏无羡也无语道，要么你陪我喝。蓝家敬酒。噗！魏无羡一头仰躺在沙发上，彻底不想说话了。魏婴，起来！蓝忘机耐着性子，不起。魏无羡一想到晚上那顿饭，酒劲就上来了。蓝湛，以后忙的话不用陪我吃饭。蓝忘机无言，也别管我喝酒的事。魏无羡侧过身子，把脸埋进靠枕里。第二天魏无羡醒来时，发现自己身上多了一条毛毯。蓝忘机早已出门，自己昨晚是不是有点过分？魏无羡脑子彻底清醒后，悔意就涌上心头。等蓝湛回来给他道个歉吧。可是那天魏无羡并没有等到蓝忘机回来。魏婴，临时有事，出差3日。哦，昨晚的事抱歉啦，我不是故意气你的。无事。魏无羡拿着手机，道歉的话说出口了，但心里的郁闷却没有消散。我们两个果然不合适吗？后来魏无羡很少再约蓝忘机出去吃饭，偶尔吃饭也是话说不过3句。蓝忘机也没有再对魏无羡深夜醉酒回家说过什么。魏婴。魏无羡啦了一声，才发现自己盘子里的东西一点都没动，就这样拿着刀叉僵硬地坐着。不好意思啊，我没什么胃口。魏无羡放下刀叉，好像毁了你的晚餐，要是苏小姐陪你的话，可能会更愉快吧？你这样认为？蓝忘机淡淡地说。魏无羡用手托着下巴，反问，以前不都是这样吗？所以跟怀桑喝酒你才会更愉快。蓝忘机的语气不带一丝情绪。几天不见学会对人了。魏无羡忍不住笑了，不过蓝总今天的手机好像都没响过，好稀奇。蓝忘机拿起手机，屏幕是黑的，关机了。魏无羡一愣，手不小心碰倒旁边的酒杯，酒红色的液体立刻将桌布浸染了一大片。侍者见状赶忙过来处理。魏无羡低头看着那团越来越大的红色，心底那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滋味也一起弥漫开来。蓝魏两家合作的项目顺利推进，魏无羡最近也常常因为工作去找蓝忘机，偶尔会因为商讨一些具体细节留在蓝忘机办公室加班。这天，因为中途耽搁了一点时间，魏无羡又不得不留在蓝忘机办公室加班。蓝丝追见两人忙不过来，便送来2份盒饭。魏无羡饿了也顾不了那么多，一边往嘴里糊乱色饭菜，一边还在看手上的文件。蓝湛，你说这个需不需要修改呀？魏无羡咽下嘴里的饭菜，来到蓝忘机办公桌旁。蓝忘机吃饭细嚼慢咽，吃饭就吃饭，不会做其他。见魏无羡过来，便将筷子放下，认真审视魏无羡指出的地方。认真的男人最帅。蓝忘机审视文件，魏无羡审视蓝忘机。不过这人始终都这么好看。魏无羡忽然心里一动，蓝湛以前加班时候也是这样的吗？吃着盒饭，处理送进来的一个又一个的文件，直至深夜，回家还要面对已经烂醉或者冷脸的自己。这样改一下。蓝忘机拿出钢笔，开始在文件上写画画。可魏无羡完全听不进去，他低着头，凝视着蓝忘机的认真工作的模样。自己真的很过分，对不对？魏无羡嘴一瘪，难怪蓝湛会这么讨厌我。没有讨厌你。蓝忘机的钢笔一顿，在文件上留下一团墨色的黑点。心里话不小心说出口，魏无羡不仅没觉得骚，反而认真问道，真的吗？蓝忘机抬起头，自下而上看着魏无羡，一字一句道，真的。外界传闻都说蓝家2少爷愿意娶魏家小少爷，一来是家族联姻，二来是因为要完成母亲的遗愿。可是按藏色的说法，蓝夫人和他只是一时心血来潮，才给2位定下婚约。自幼就很少一起玩的2位小少爷，在蓝夫人去世，蓝忘机出国读书后，就再也没见过面。回国后的蓝忘机一心扑在蓝家产业上，但一直没有忘记自己已有婚约在身。其实身边一直有不少蓝家长辈的反对声音，说魏家少爷性子太过洒脱，怕是与蓝2少爷不大合适。魏无羡经常与朋友饮酒作乐，不醉不归。魏无羡在自家公司作风大胆，为所欲为，
听闻不少女孩子都给魏无羡告白过，疑似感情生活复杂，但蓝忘机还是执意要履行这场婚约。蓝家长辈见劝阻无效，便去想从魏家下手。哪知道臧色见蓝忘机态度坚决，就高高兴兴把儿子拱手奉上。蓝忘机真是一个孝顺的孩子，各大家族背后都这样称赞。但只有蓝忘机知道，多年后再次见到魏无羡，他的心跳是怎样漏掉了一拍。他有私心，不管魏婴是否喜欢他，他都想让魏婴待在自己身边。于是回国后不久，两家就把婚礼办了。后来蓝忘机发现自己似乎有些过于乐观，他和魏婴的生活习惯着实天差地别。不过时间有的是，可以慢慢磨合。